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10年过去，同学聚会成了一场无声的较量。有人开着豪车来炫耀，有人穿着名牌来显摆，还有人坐在角落里被人遗忘。江林峰就是那个被遗忘的人，穿着普通的衣服，做着普通的工作，说着普通的话。同学们看他的眼神充满同情，好像在看一个失败者。直到县长林默成走进包间，一切都变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江林峰还记得大学里的那些日子，省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宿舍里，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。江林峰睡在上铺，林默成睡在下铺。晚上熄灯后，其他室友都睡了，江林峰和林默成还在小声聊天。江林峰喜欢写小说，总是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写字。林默成看见了，就问他写的什么。写小说。江林峰说，写得好吗？不知道，没人看过。林默成伸手要过来看，江林峰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给了他。林默成看完后说，写得真好，比我们中文系老师写的还好。江林峰不相信，觉得林默成在安慰他。林默成看出了他的想法，说，我从来不说假话，你的文字有一种力量，能让人安静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江林峰更加用心的写作，他把每一个故事都先给林默成看，林默成总是认真的读完，然后给出意见。林默成的性格和江林峰完全不同，江林峰内向，不爱说话；林默成外向，朋友很多。江林峰写文章，林默成组织活动。江林峰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林默成喜欢和大家聚在一起。大4那年，同学们都在忙着找工作，江林峰想留在省城，进入出版社工作。林默成要回家乡，他说家乡需要他。毕业那天，江林峰和林默成在宿舍里收拾东西，其他室友都走了，只剩下他们2个。老江，你一定要坚持写作。林默成说，会的。江林峰点头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好，他们拥抱了一下，然后各自拖着行李箱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江林峰进入省城的东方出版社，成为一名编辑，工资不高，每个月3000块钱，勉强够生活。他租了一个老小区的单间，10平米，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书柜。白天上班，晚上写作，这成了江林峰生活的全部内容。第1年，他投稿到各个杂志社，都被退回来。第2年，开始有小说发表，但没有人关注。第3年，他用笔名叶宇生凡发表的一篇小说突然火了。那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，只是平静地讲述一个人的孤独和坚持。读者们被感动了，开始关注这个叫叶宇生凡的作家。江林峰的小说越来越受欢迎，出版社找到他，要出版他的作品集。第1本书卖了10万册，第2本书卖了50万册，第3本书卖了100万册。版税收入让江林峰不再为钱发愁，他可以搬到更好的房子，可以买更好的衣服，可以过更好的生活。江林峰没有这样做，他还住在那个10平米的小房间里，还穿着那些普通的衣服，还过着简单的生活。同事们不知道江林峰就是叶宇生凡，他们看见江林峰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班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以为他很穷。只有林默成知道真相。江林峰把第1本书签名送给了林默成，告诉他自己的秘密。林默成很高兴，说早就知道江林峰会成功。
李莫成也有了变化。他从家乡的一个小科员做起，一步步往上爬。去年，他被任命为青山县县长，成了最年轻的县长之一。两个人还经常联系，但见面的机会不多。江林峰在省城，李莫成在县里，相距200公里。江林峰收到李秋月的微信时，正在办公室里编辑一本小说。李秋月是他们班的班长，现在在银行工作，当了支行长。老江，下个月我们班聚会，你一定要来。李秋月发了个定位，是市里的金辉大酒店。江林峰看了看定位，心里有些犹豫。他已经很久没参加同学聚会了，上一次聚会是5年前，他去了，发现大家都变了。同学们谈论的都是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。江林峰插不上话，坐在那里很尴尬。考虑一下吧。江林峰回复。李秋月立刻打来电话：老江，这次聚会很重要，钱志华专门从外地赶回来，他现在做房地产，生意很大。孙美林也来，他现在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。赵东升的公司要上市了，身价几千万，大家都想见见你。江林峰听着这些名字，脑海里浮现出大学时的样子。钱志华那时候很瘦，总是穿着旧衣服。孙美林扎着马尾辫，看起来很清纯。赵东升戴着厚厚的眼镜，话都不敢说。我考虑一下。江林峰说。当天晚上，李莫成发来微信：老江，听说你们班要聚会，你怎么知道？李秋月告诉我的，他说邀请了我，希望我能去。你去吗？看你去不去。你去我就去，你不去我也不去。江林峰想了想，回复：那就去吧。好，我们好久没见了。第二天，江林峰回复李秋月：我参加。李秋月很高兴，建了个微信群，把所有同学都拉进来。群里很热闹，大家都在发自己的近况照片。钱志华发了一张在豪车前的照片，孙美林发了一张在高档办公室的照片，赵东升发了一张公司年会的照片。江林峰没有发照片，只是说了一句期待见面。聚会那天，江林峰穿了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黑裤子，背了一个旧书包，骑着自行车来到金辉大酒店。酒店很豪华，门口停着各种豪车。江林峰把自行车停在路边，走进酒店大堂。大堂里有几个人在聊天。江林峰走近了，才发现是同学。他们穿着西装，戴着手表，看起来很成功。这不是江林峰吗？钱志华第一个认出了他，声音很大，引来其他人的注意。江林峰走过去，笑着打招呼：志华，你好。钱志华上下打量了江林峰一眼，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。老江啊，还是那副样子，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还行，在出版社工作。江林峰简单的说。出版社啊，清闲，就是钱少了点。钱志华笑了笑，我现在做房地产，刚在市中心拿了块地，准备建个商业综合体。旁边的孙美林走过来，她现在很漂亮，化着精致的妆，穿着名牌套装。老江，好久不见。美林，你变化很大。江林峰说。女大18变吗？孙美林笑着说。我现在在德润律师事务所，合伙人。前不久刚代理了一个大案子，标的额3个亿。赵东升也走过来，他现在不戴眼镜了，穿着范思哲的衬衫。老江，听说你还在编辑小说？江林峰点头，编辑这行业不错，稳定。赵东升说，我现在搞互联网，公司下个月就要上市了。几个人聊着天，江林峰发现自己插不上话，他们谈论的都是生意、投资、股票。
这些江林峰都不懂。走吧，上楼。其他人都到了，李秋月出现在电梯口，招呼大家上楼。包间很大，能坐20个人。江林峰进去的时候，发现大部分同学都到了，大家看到他都打招呼，但很快就继续聊自己的事情。江林峰被安排坐在角落里，旁边坐着2个话不多的同学。主桌那边坐着钱志华、孙美林、赵东升这些成功人士，他们聊得很热闹。钱志华站起来，端着酒杯说：“各位老同学，今天很高兴大家能来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现在做房地产开发，公司在3个城市有项目，去年营业额5个亿。”大家鼓掌。钱志华很满意，继续说：“这次聚会我来买单，大家随便吃喝。”孙美林也站起来：“我是孙美林，现在在德润律师事务所当合伙人，专门做商业诉讼。我们所是市里最大的律师事务所。我个人去年的收入是200万。”又是掌声。赵东升紧接着说：“我是赵东升，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，主要做电商平台。公司现在有300名员工，下个月在创业板上市，估值10个亿。”掌声更热烈了。轮到其他人介绍时，声音明显小了很多。有的在国企上班，有的在学校教书，有的自己开小店。当轮到江林峰时，他简单地说：“我叫江林峰，在东方出版社工作，是一名编辑。”钱志华笑着说：“老江还是那么低调，编辑这工作挺好的，接触文化人比较多，就是工资可能不太高吧。”还行。江林峰说：“多少钱1个月？”有同学直接问。江林峰犹豫了一下：“4000多吧。”这个数字一说出来，包间里安静了一下。对于年收入100万、1000万的同学来说，4000块钱真的很少。孙美林用同情的语气说：“老江，要不要考虑跳槽？我们律师事务所正好缺个文员，虽然不是正式律师，但工资比你现在高一些。”“谢谢，我在现在的工作挺好的。”江林峰说：“都35了，还租房子住吧？”钱志华问：“哎，老江，你这样下去不行啊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对象？我有个表妹在超市上班，人挺朴实的，你们应该合适。”包间里有人偷偷笑了。江林峰听出了这笑声里的意味，他们觉得超市收银员配江林峰正好。李秋月看气氛有些尴尬，连忙转移话题：“大家都别光说工作了，聊聊其他的吧。”同学们开始聊起了买房、买车、孩子上学的事情。江林峰依然插不上话，他没有房子，没有车子，没有孩子。正当气氛越来越尴尬的时候，包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走进来，恭敬地说：“各位，林县长到了。”整个包间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转头看向门口。江林峰也抬起头。林墨成走了进来，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看起来很精神。虽然是县长，但他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，脸上还是大学时的那种温和笑容。钱志华第一个站起来，快步走向林墨成：“林县长，您能来真是太荣幸了。”其他人也纷纷站起来，包间里响起了椅子的移动声，大家都想走到前面去和林墨成握手。“林县长好，林县长，久仰久仰。林县长，您真年轻有为。”林墨成和大家一一握手，客气地说：“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各位老同学。”孙美林挤到前面，激动地说：“林县长，我是孙美林，我们在德润律师事务所。如果青山县有什么法律需求，
我们可以提供专业服务。赵东升也不甘落后。林县长，我们公司在电商方面很有经验，如果青山县要发展电商产业，我们可以合作。钱志华更是直接。林县长，我们公司专门做房地产开发，听说青山县要建新城区，不知道有没有合作机会。林默成笑着听大家说话，但他的眼神在包间里搜寻着什么。突然，他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江林峰。林默成的脸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，他径直走向江林峰，把围着他的同学们都甩在了后面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间里再次安静下来。大家不明白林县长为什么不理他们，却要去找江林峰。林默成走到江林峰面前，伸出手：“老江，好久不见。”江林峰站起来，和林默成握手：“默成，你来了，这个位置怎么能让你坐？”林默成看了看江林峰坐的角落，皱了皱眉头。包间里的气氛变得很奇怪，同学们都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们想不明白林县长为什么对江林峰这么客气。林默成转过身，对着所有人说：“各位，我想问个问题，你们知道坐在这里的是谁吗？”钱志华疑惑地说：“江林峰啊，我们的老同学。”“对，是江林峰。”林默成点头。“但是你们知道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吗？”大家摇头。林默成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，举起来给大家看。这本叶羽生凡作品集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孙美林眼睛亮了。当然知道，叶羽生凡是我最喜欢的作家，我买了他所有的书。赵东升也说，叶羽生凡的小说写得太好了，我经常推荐给朋友们看。钱志华点头，我也听说过，好像很有名。林默成笑了，那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叶羽生凡就是江林峰。包间里像炸了锅一样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不可能！钱志华叫出声来，真的假的？孙美林的声音在颤抖。开玩笑吧？赵东升不敢相信。林默成翻开书的扉页，上面有一行字：献给我最好的朋友林默成，江林峰。签名是江林峰的笔迹，大家都认识。这是老江亲自给我的签名版。林默成说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叶羽生凡。孙美林的手在抖。叶羽生凡的版税收入每年至少，他说不出话来。赵东升瞪大眼睛，他的书销量超过1000万册，粉丝有2000万，影响力比很多明星都大。钱志华结结巴巴，不可能，他就是个编辑，月薪4000。林默成看着大家的表情，说：“老江确实在出版社工作，但他同时也是作家，他选择低调，不愿意张扬。”包间里安静的可怕，刚才还在同情江林峰的同学们，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孙美林最先反应过来，她快步走到江林峰面前，脸上堆满笑容：“江老师，刚才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一直都是您的粉丝，买了您所有的书。”赵东升也赶紧走过来：“江老师，我刚才说话太冒失了，我们公司一直想和文化产业合作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？”钱志华的脸涨得通红，他想起刚才说要给江林峰介绍超市收银员的话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“江老师，刚才是我说话不当，请您原谅。”其他同学也纷纷围过来。刚才坐在主桌的那些成功人士，现在都像小学生一样站在江林峰面前。江林峰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，他淡淡地说：“大家坐下吧，我还是原来的江林峰。”林默成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有些感慨。他对江林峰说：“
老姜，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个更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。江林峰看着林墨成，什么事？林墨成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们，欲言又止。关于你的新作品，有个很特殊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江林峰问。林墨成压低声音，影视化版权的事，涉及的金额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，但这个决定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包间里的其他人都竖起耳朵，但林墨成突然停住了。他看着江林峰，认真地说：老姜，你确定要在这里听这个消息吗？这关系到你后半生的选择。林墨成示意江林峰跟他出去，两人走出包间，来到酒店的露天阳台。夜风很凉，江林峰和林墨成站在栏杆边，远处的城市灯火璀璨，车流像星星一样闪烁。到底什么事？江林峰问。林墨成深吸了一口气，有个国外的制片公司看中了你的作品，想买断你小说的全球影视化版权，出价多少？5000万美元。江林峰愣住了。5000万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3亿多，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但是有条件。林墨成继续说，他们要求你必须公开身份，配合全球宣传，你要出席各种活动，接受采访，拍广告，参加电影节。江林峰沉默了，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他现在的平静生活将彻底结束，他将成为一个公众人物，被无数人关注、议论、分析。这意味着你的隐居生活彻底结束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林墨成问。江林峰看着远处的灯火，想起了刚才包间里的情景，同学们前后不一的态度，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平静。墨成，给我点时间考虑。江林峰说。好的，不急。林墨成拍拍江林峰的肩膀，不管你选择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两人回到包间，同学们还在等着，都想知道林墨成刚才说的是什么机会。钱志华忍不住问江老师，林县长说的机会是什么？江林峰笑了笑，一个合作机会，我还在考虑。孙美林立刻说，江老师，如果需要法律服务，我们律师事务所愿意免费为您提供。赵东升也说，江老师，如果要做网络推广，我们公司有最专业的团队。钱志华更是直接，江老师，如果您想投资房地产，我可以给您最好的项目，保证收益。江林峰看着这些热情的同学们，心里很平静。半小时前，他们还在同情他，现在却争着要为他服务。聚会接近尾声，同学们陆续告别。离开时，每个人都主动找江林峰交换名片，说要保持联系。钱志华握着江林峰的手说，江老师，我真心向您道歉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请一定联系我。孙美林拿出一张金色的名片，江老师，这是我的私人名片，24小时为您服务。赵东升更是说，江老师，您要是有空，欢迎到我们公司参观指导。江林峰一一收下名片，客气地和大家告别。最后，包间里只剩下江林峰和林墨成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林墨成问。挺有意思的。江林峰说，半小时就能让一个人从失败者变成成功者。那个机会你想的怎么样？江林峰看着窗外的夜景，想了很久才说，墨成，我决定拒绝。为什么？我喜欢现在的生活，安静、简单，没有人打扰。江林峰说，钱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，我不需要更多。林墨成点点头，我理解你的选择，你不觉得我很傻吗？放弃3亿多块钱，不傻。
林默成说，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，对你来说，能安静的写作就是成功。两人走出酒店，在门口告别。默成，谢谢你今天来。江林峰说，我们是朋友，永远都是。林默成说，不管你是编辑还是作家，在我眼里，你都是那个在宿舍里写小说的江林峰。江林峰笑了，这是今天晚上他第一次真正的笑。江林峰骑着自行车回到租住的小区，楼下的路灯还亮着，照在他的脸上。他推着自行车上楼，走过昏暗的楼道，用钥匙打开房门。10平米的小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书柜，桌子上放着他正在写的新小说，旁边是一杯已经凉了的茶。江林峰坐在桌前，打开电脑，继续写小说。屏幕上的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专注地敲着键盘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有豪车、豪宅、名牌、权力，但江林峰只想要这10平米的安静。他想起刚才同学们羡慕的眼神，想起林默成提到的3亿块钱，想起那些递过来的名片，这些都很诱人，但江林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凌晨2点，江林峰写完了今天的内容，他关掉电脑，躺在床上。明天他还要去出版社上班，继续做一个月薪4000的编辑。同事们还是不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他也不打算告诉任何人。江林峰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他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还在大学宿舍里，和林默成聊着理想。第二天早上，江林峰像往常一样起床、洗脸、刷牙，骑自行车去上班。路上遇到邻居，邻居和他打招呼：“小江，又去上班啊？”“是的，王叔。”江林峰笑着回答：“年轻人要努力啊，争取早点买房买车。我会努力的。”江林峰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晨光中，没有人知道这个穿着普通衣服、骑着旧自行车的年轻人拒绝了3亿块钱的机会。他选择了继续做一个普通的编辑，继续住在10平米的小房间里，继续过着简单的生活。这就是江林峰的选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